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，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央行现在想要拉外国的央行来存黄金在上海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是要第一个狙击美元霸权吗？还是第二个要撼动整个纽约的这个伦敦、纽约的金库呢？另外，我们也会关心中国大陆已经连10个月疯狂的囤金，难道是要备战吗？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，赶快来看到彭博的独家爆料，在9月23号这一天，他独家报道，他说大陆的人民银行已经招揽了外国央行，赶快啊，大家来上海一起来这边存放黄金吧，把你的黄金存放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希望可以弱化美元的地位，还有是撼动狙击美元的霸权。另外，也希望西方全球央行的储备托管的地位可以把它降低。但是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。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银行持有大概是超过了5000亿。黄金储备价值相当于6000亿美元，对不起，刚刚是超过5000吨的黄金储备，价格将近6000亿美元。但是我们来反观大陆，现在在全球央行黄金持有量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，是排名在第5名的。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外国的央行会把黄金存到上海来吗？真能够撼动美元霸权吗？那么外国央行也会放心吗？把黄金交给中国？聂老师怎么看？我觉得时间有所谓 timeline 啊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实际上金本位大家都知道啊。那么沿袭非常久，然后呢，到了这个1941年二战之后呢，1944年的7月开了一个这个重要会议，就 Bretton Woods System， 然后美元黄金就挂钩嘛，一个美元换1个盎司黄金换35美元，到现在到3000多块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一路走来，在黎根森总统的1973年2月23号，黄金这个美元瓦解了，但是他用石油去hold住美元。那这个重点是在美元是唯一可以做清算结算，全世界必须用它做准备的唯一的货币，其他就是黄金。所以黄金很重要，是商品，美元是货币，这两者是唯二可以做这个国际货币准备，都是当时定的。因此，美元霸权的 US dollar 和 Germany 存在了。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，全世界，但是虽然美元是霸权，但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地点来问是伦敦。黄金的金价是伦敦这个 fixing 定出来的，有早盘金价、午盘金价2次。我现在讲这最大的这个一个，不管是储量或定价，就是伦敦啊、这个纽约。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，就是中国从 GDP 也好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也好，都是急速发展。你现在看它是全世界排名第5，我跟你讲，去年买了5兆黄金，它可以慢慢往前走。因为什么东西，实力决定未来。有实力不怕现在低嘛。讲不好听一点，你吃得好穿得好，你知道你现在正在成长期，你将来会长得比他高，你就预定就会高，你就有办法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有钱了，我将来要在全世界拿到话语权。那当然要拿话语权，有一个非常重要，的确要打击美元，要去美元化。中国做了非常多的动作了，从一路走来哈。你先讲说中国有没有这个机会？我觉得是有的，当然这个非常多，因为它不是光做这一套而已，这只是它的方法之一。去美元化，当然它不有2018年1月18号，它做了这个能源期货交易所，那也就是用这个人民币来这个做清算，这就已经打击美元了。它在这个海合会跟着海湾国家一直叫他们用人民币来交易石油，这也是打击美元。那还有它用数位，它现在的电子支付啊，electronic payment 做这些棒，所以所有的digital currency 是数位货币呢，在中国是完全盛行。他现在用央行的 central bank 去控制，所以 CBDC 的 EP 啊，在中国的场景啊，你不管是从香城到苏州，甚至影响到上海，或者雄安区影响到北京，西边的成都到南边的深圳，300多个厂都试等成功，这也是打击美元的未来的高科技金融战。现在这一招就是最传统的黄金本位，黄金储量多就够。可是国际间要相信你吗？我跟你讲是有机会的，因为现在地缘政治一直在变化。全球的地缘政治从这次的川普的关税就看得出来，我们现在全部拿到是西方的媒体看到的，好像川普还是很厉害，西方还是掌控。中国其实也有他们的分析和研究，他们认为他们步步到位，实际他们的潜龙从海中喷出来，他们认为比在天中高喊的老鹰还强了。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国际间对他们相信多少，但他最少要做动作，因为中国有一个特色，它目标导向，它的15计划每次11.5、12.5、13.5。他的计划几乎步步到位，比如那个2021年的这个全民的第1个100年梦，全民脱贫的那个这个建党100年，他都完全达到。那当然还有这个建国100年在2049，他也有机会。因此，话语权是他要拿到的一个重要步骤。那也就是去美元化，他的目标去美元化，他就做这个动作。第一，要把上海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，这是第一步，因为要打击伦敦和纽约的地位。
最后让你的黄金到上金所的国际版呢，去大家保税区储放。那这时候呢，只要让全球告诉你说，我现在军事也可以了，你看93军也做得不错，军事也可以了，各种都到位了。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真的会相信中国，就会把黄金放在那里。不管多少国家相信，最后会把美国的部分的黄金拉到这里来，它就可能会慢慢到位。我现在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timeline 时间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各位去分析我刚讲的话，你看现在再看未来，现在绝对还第5名。其实它以前更惨啊，不是吗？那未来会怎么样？我觉得再看2年、3年，只要它这个目标导向持续走下去，那么去也甚至友好其他的一些甚至贸易的这个友好国，是很有机会稳定它的军事，稳定它的地缘政治，就有机会突破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往长线看。那等一下，请岳老师来带我们看，说多快认为中国大陆可以打破伦敦跟纽约的垄断呢？等一下请岳老师来带我们看。我们先来看到，目前确实在国际化上面，中国大陆要做，确实有它的困难度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黄金交易主要还是锁在国内，所以如果跟伦敦跟纽约做相比的话，国际化程度还是有差。但是我们看到大陆现在确实也祭出了一些实际的政策，这个新制度叫做黄金可租赁可放贷的政策，想要跟全球的贵金属银行体系来做一个完全的接轨。但是眼前确实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的黄金还是有出境限制的，等于说价格还是会跟全球脱轨。那岳老师又怎么看？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的霸权来自于美军、美元跟美国梦啊。美国最敏感的是去美元化啊，就是因为美国人今天如果过得这么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美元创造了极大的供给跟需求的消费不平衡，这个大家了解哈。那个美元跟那个黄金脱钩是在1971年了。1971年的8月15号放弃，他宣布放弃，但没有，后来又守回来了，在史密森林开了一个会，到了1973年2月23正式宣誓放弃。8月15号是尼克森宣布，因为那个，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日期是大概宣布以后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为什么他宣布这事情呢？因为呢，法国当中原来的黄金就很多是放在美国的，那就把它拿回来。拿回来的话呢，美国就受不了这个问题啊，就产生这种，就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步去美元化。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，大概在8年前的话呢，德国把它放在美国的里面的4000吨，想要拿回来啊，结果后来发觉找不到，美国不还了啊，就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已经就用到哪都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这个账啊。那么大家的话呢，那现在的中国本身要做这个事情，因为这是彭博出来的消息，所以说它感觉上是针对于美国要去美元化的过程当中。要跟美国人竞争，因为这个目前为止，英国本身，这个美国当初在布兰登森林1944年的时候，它是有8000吨的啊。那时候他是鼓励大家都把黄金放在他那边，为什么呢？要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秩序，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它有够这个信用啊。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就是说是这个其实相较于跟那个美国在竞争黄金的这种情况下，因为黄金它本身有信赖的特殊性啊，它有这个价值的永久性，另外它有货币的稳定性。那在3个特色当中呢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说。这个是大陆第一次跟美国竞争，也不是搞这个金融，也不是搞军事，但是纯粹是跟一种美国做信用上的竞争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啊！因为你以后，尤其是阿拉伯的国家，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：自从卡达挨炸了以后哈，那么很多中东的有钱国家都会发觉，与其说是这个钱呢拿来买美国的武器啊，不如说买在。黄金放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，那么中国顺势推出来这个想法，那让很多人会觉得，因为大陆本身来讲，我那边提到讲说为什么不出口，这个很明显，就是大陆本身来讲，黄金是使得货币稳定的基础啊，它不会出口货币，因为黄金本身这个跟价格无关，黄金的价格是国际，它本身就是个国际价格。你在大陆的时候，就是买这个银楼或是那个广场万达广场去买黄金的时候，走打年的时候，它都是拿出来国际看牌的啦。跟台湾是一样的了，你知道吧？是这个情况，所以它是一个信用上的竞争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系列的动作，第一个当然是要狙击现在美国在全球的一个霸权，美元的一个全球霸权，第二位再来就是刚刚岳老师帮我们提到的嘛，建立这个黄金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信任度。那最后也要请教干哥，有没有可能也是跟备战有关系？大陆是在备战吗？我们来看到一个数字哦，因为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0个月是猛买
金价买黄金哦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猛买的话会推升黄金的价格，现在来到了历史新高。9月23号这一天涨到每盎司3787美元，大家在看说是不是就是要对付西方，是不是就是要备战？这个是它的战时底牌吗？干哥怎么看？你是认为说对台海备战吗？我今天要讲哈，如果今天一旦真正的战事开打，你能够信赖的只有黄金，对啊，国家如此，老百姓也是如此。你以为你带着美金要去哪里？你以为你带着新台币要去哪里？所以只有黄金才是保本保值的东西。其实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在这1、2年的过程之中，他们认为局势看坏，所以他们大买黄金。可是他们买了黄金之后，不如他们的预期。但回过头来，他们又发现，你不如去买一个台积电，可是台积电买得起吗？所以又回到了黄金。回到了黄金之后，到了这几个月之后，他们就发现说，投资的标的是对的，突然发现它正确。为什么？每盎司已经到了2787美金3787，对，3787，再下来的话要突破4000了，都很容易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你说今天是不是为了台海战争做准备？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黄金吗？中国现在总共有2279吨的黄金。你知道台湾有多少黄金吗？422吨。我告诉你，光这422吨就让台湾安全了80年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有这个黄金储备，我们不是放在新店安坑吗？因为有这400多吨的黄金，让台湾安全了80年，没有碰到几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啊。台湾没有因此而崩盘，就是因为这些黄金。那今天我要特别讲，就是说，一旦发生了战争，不管任何货币，它都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得到真正的价值。对，因为如果这个战争不能够在2个礼拜之内结束的话，黄金就是最重要的依靠跟根本。所以我很相信，去年中国大买了200吨的黄金，是什么原因？今天也许说你可以针对的是台湾而言，但是如果他要支付对于欧洲的这些战事，或者要支持伊朗等等还有俄罗斯，他需不需要黄金？当然需要啊，因为发生真的作战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最有用的工具。因此，我觉得大陆他现在想要把上海作为根据地的话，说大家可以来存黄金。你现在看不出来，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。总有一天会来到。美国现在的黄金储备是中国的4倍，全球第一，8000吨的黄金，8000多吨。但是中国要追上8000吨，我告诉各位，中国没有什么追不上的，只要你给他时间，他就会达到。好，谢谢干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